叶晨再一次见到伊藤雄彦，发现他整个人的状态好得不得了，重新拥有双腿，对伊藤雄彦来说意义堪比重生，而且也让他更加珍惜当下。见到叶晨，伊藤雄彦热情又恭敬，亲自出来迎叶晨进门，还亲自给叶晨斟茶倒水。虽然忙得团团转，但面上却一直难掩激动之色。一旁的田中浩一更是恭敬到恨不得一直保持着90度弯腰鞠躬的姿势。叶晨与两人打过招呼，好奇地打量起这套房子，同时笑着说道：“我在汤臣一品住了这么久了，还是第一次到这高层上来。”说罢，他透过客厅巨大的落地窗，看着外面滚滚的江水，感叹道：“这里的风景真是好啊，田中先生好眼光。”一旁的田中浩一恭敬地说道：“叶先生，在下原本是想买楼上那套顶层的，只可惜晚了几分钟，被一位女士抢先一步买走了。要是能买到顶层的话，风景应该会更好一些。”叶晨笑着点了点头，开口道：“这样也已经很不错了，早知这里景色这么好，我当初也该过来买一套。”伊藤菜菜子开口道：“叶晨君以后可以经常过来，稍后让田中桑帮你录一个指纹，就把这里当作自己家就好。若是我们不在，你一个人想安静地待一会儿，也可以随时上来。”叶晨微微一愣，一时间不知是该拒绝还是接受。这时田中浩一见叶晨有些迟疑，便连忙说道：“叶先生，其实也不用录指纹这么麻烦，房门密码是小姐生日。”叶晨看向菜菜子，他这才意识到认识这么久了，自己并不知道菜菜子的生日。这主要是两人认识的这段时间里，见面并不算多，而且叶晨本身也不注重生日，自己的生日有时都记不起庆祝，还要别人提醒。而菜菜子也从未跟他说起过自己的生日究竟是哪天，亦或者自己什么时候过生日之类的话。一旁的菜菜子也知道叶晨肯定不知道自己生日是哪天，于是便羞答答地说道：“叶晨君，我的生日4年才能过一次。”叶晨恍然大悟，脱口道：“那我知道了，2月29号。”菜菜子羞涩地点点头，大眼睛含情脉脉地看着他，问道：“叶晨君应该知道我是哪年的吧？”叶晨忙道：“知道，这个知道。”田中浩一笑着说道：“那叶先生就知道房门密码是多少了。”此时伊藤雄彦的妹妹伊藤惠美已经准备好了一桌丰盛的日式料理。身穿和服的伊藤惠美踱步来到叶晨身旁，双手垂放身前，毕恭毕敬地躬身说道：“叶先生，在下为您准备了最好的日式料理，食材都是在下今早命人买回来，直接冰鲜送往机场。随我们一起到华夏的最高端海鲜，无论是海胆、生蚝、鲷鱼亦或者蓝鳍金枪鱼，都是目前日本市场上能够找到的最顶级，还请您尽情享用。”伊藤雄彦笑着说道：“叶先生，惠美最拿手的便是制作各种刺身，她对食材的敏锐程度比那些所谓的米其林3星主厨要强得多。她平日接触的食材，恐怕那些米其林3星主厨都没机会见到。”说罢，他指着精美餐盘中的金枪鱼刺身，对叶晨说道：“叶先生，这些刺身是蓝鳍金枪鱼两腮上的肉，这条鱼拍卖价格300万美金，但只是两腮的这么一点点肉，就要几十万，折算下来，一片就要上万美金，就算是再好的米其林餐厅也不会有。”伊藤雄彦并非信口开河，在日本那种纸醉金迷的社会，真正顶尖高端的商品价格能贵到令人发指。蓝鳍金枪鱼拍卖的最高纪录，一条曾买到过几百万美金的天价。这样的一条鱼，其鱼肉的大部分都会流入高端餐厅，似乎足够高端的餐厅就能吃到这种顶级的食材，只要花个上百美金，就能在餐厅吃到它身上的其中一片。但真正的情况是，像这种金枪鱼的两腮肉根本就不可能流入任何一家餐厅的后厨，早就被伊藤家族这种一掷千金的顶级饕客提前截胡。大部分人无法理解，为什么那些顶级富豪都奢侈到了极致，
一顿饭食材几万几十万对他们来说无关痛痒，几万块钱一瓶的酒，在他们眼里唯一的价值不过就是打开时听一声响。这主要就是因为他们实在太有钱了，钱多到不绞尽脑汁去花，几辈子也不可能花得完。寻常人吃一顿日料百，一顿饭吃掉1、2天的工资，但伊藤雄彦这种顶级富豪，就算一顿饭吃掉10万美金，可能也只是吃掉了他的存款在银行存1天所产生的利息。换句话说，他花10万美金吃顿饭，其支出在总身价里的占比，跟普通人花10块钱吃碗素汤面的感觉是一样的。叶晨虽然也很有钱，但钱对他来说意义不是很大，他也一直没有奢侈消费的习惯，所以听伊藤惠美介绍完之后，他微微点了点头，笑道：伊藤女士辛苦了，我这个人嘴没那么刁，随便吃点家常便饭就好，不必这么铺张。伊藤菜菜子在一旁笑着说道：叶晨君嘴没那么刁，但我父亲的嘴可是刁得厉害，这些食材也不是只为叶晨君一个人准备的，就算你不来家中做客，姑姑也会为他准备这些，每年只是他自己的伙食成本就要几百万美金，完全搞不懂他都吃了什么。而且这种食材说实话，在我看来也是噱头大于实际。伊藤雄彦哈哈一笑，开口道：菜菜子，这世界上的一切事物，只要你追求到了极致，都能称之为道。你喜欢花道，所以你会想尽一切办法买最贵的花，路边花店的玫瑰块钱就能买到1朵，但那些从顶级的培育品种里又万里挑一挑出来的极品，1朵甚至能卖到上万。用最好的花，搭配最好的器皿，用最考究的方式进行组合，就成了花之道。但路边花店100块钱一束的花束，一辈子都不会跟花道扯上半点干系。还有茶，寻常人泡一杯茶，亦或者泡一个茶包，再或者泡个茶包再兑入牛奶，这些都只能算作是喝茶。只有用顶级的茶叶、顶级的茶具，搭配最考究的冲泡方式，才能称作是茶之道。我虽然不懂花之道与茶之道，但我懂食之道，那就是吃最好的食材，喝最贵的好酒。伊藤菜菜子吐了吐舌头，故意调侃他：馋就说馋嘛，何必夸夸其谈的说这么多。伊藤雄彦开怀大笑几声，旋即拿过一瓶写着14代的清酒，对叶晨说道：叶先生，这可不是普通的大吉上珠白，这是万里挑一的顶级龙啸9天，就连首相恐怕都没机会闻上一闻。龙啸9天，叶晨嘴角一抽，尴尬的讪笑一声，问他为什么要起一个这么中二的名字。伊藤雄彦笑道：这就是日本品牌特有的仪式感，先不管东西好坏，一定得把名字包装的高端大气上档次，最好是让别人听不懂，他才会觉得这东西很专业。清酒里的名词拿出来能写一本书了。知名的品牌和系列有黑龙、龙仪、龙泉，这龙啸9天便是天花板里的天花板了。叶晨看着他，问了一个问题：伊藤先生，你说心里话，这酒好喝吗？好喝吗？伊藤雄彦一下子陷入沉思，想了想，非常严肃地说道：实不相瞒，叶先生，这东西单论口味，比可乐都差远了。说完，他又赶紧找补一句：不过这清酒毕竟是日本的国粹嘛，欧洲人拿生涩的烂葡萄酿出来的葡萄酒，说心里话也没有葡萄汁好喝，不也是他们的国粹吗？叶晨表示理解的点了点头，微笑道：那看来这日本清酒、法国红酒跟我们的少女采酒曲都有着异曲同工之妙。伊藤雄彦心照不宣的哈哈笑了起来，拍手道：叶先生说得对。说罢，他主动为叶晨倒了一杯清酒，笑着说道：不过叶先生，酒虽然不算好喝，但那种微醺的感觉确实是其他东西给不了的，让田中也陪着咱们少喝一点，大家边喝边聊才更尽兴。本期视频结束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这样就不会错过精彩内容。